Hey guys，我是车少宇，欢迎来到 What is Hip Hop 的第2集。那还没有看过上一集的人呢，请按右上角赶快去看。那上一次我们讲了 Hip Hop 的一些来源，还有它的一些比较重要的 components。这次我们要来讲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也就是歌词，对不对？像所有的音乐，除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以外，大部分都有歌词，而且歌词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饶舌歌里面的用词，然后它跟嘻哈文化的一些渊源。再来分享一下我之前的一个经历。所以之前呢，有一天我跟我爸在开车，然后呢我就在放音乐。通常我们都是放一些比较抒情啊，或者是比较就是他喜欢的音乐。所以呢，我就觉得今天我就要给他试试看一个别的，所以我就放了几首非常经典，可能1990年、2000年初的一些饶舌歌给他听。然后呢，果不其然呢，他非常的不喜欢。那他觉得这个歌里面的用词非常的粗鲁，非常的没有水准。他听到这个我就觉得，那是不是很多人都有这个 misconception？所以呢，我就决定我要来澄清一下，然后呢，为这些饶舌歌手辩护辩护。先来讲最常用的一些酒精相关的一些词。那像饶舌歌手这个职业，就像其他的明星一样，是被非常 glorified 的。媒体常常让他们包装的，就好像他们的生活非常的光彩啊，然后都没有任何什么压力什么的，然后就好像人生巅峰一样。但是实际上，就像我们大家一样，他们也都很有压力。所以呢，他们的歌里面常常就会用到酒精相关的词。然后最常用到的就是 Hennessy。在 Drake 的 One Dance 里面，他们就讲到了 I need a one dance, got a Hennessy in my hand。为什么会那么想要讲 Hennessy 呢？那就跟他们的一些历史有关系。从很久以前到现在，自从嘻哈的崛起以来，所有的红的饶舌歌手，他们都非常喜欢的喝 Hennessy。为什么呢 ？Hennessy 它是一个比较贵的一个牌子，然后呢，它的酒是就是感觉好像就很高档啊，然后如果你喝，你就人生巅峰一样啊。所以呢，这些饶舌歌手都很喜欢用这个来表示他们的一个地位，还有他们的现在的一个 success。那当然，虽然说以前他们是用这个来表达自己的一些可能情感啊，或者他们的一些那个成功之言，然后呢一些 motivation 给下飞。现在其实因为饶舌已经变成了非常红的一个音乐的 genre， 已经变成是饶舌歌手如果在他们的歌里面提到这些词，可能都会得到一些公司的业配，那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赚的一个方法。第二个我们要介绍的是帮派。对很多在这些黑人的一些社区，可能不是非常有钱，然后呢家境不是非常的富裕的人来说，他们只有2个选择可以逃离这种生活。第一个选择就是 gang banging， 也就是去加入一些帮派啊，然后去做一些他们做的什么打击别人啊，或是更惨的一些事情。那第二个选择就是去当运动员。那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 talent 可以去打 NBA 打什么美式足球什么的，所以呢，很多人就被逼着要流浪街头，然后呢就加入这些帮派，才有一个住所。那现在这里就得给大家科普一下，美国的帮派的一个大概的形成。所以大概分成2个帮派，一个红，一个蓝。红的帮派呢叫血帮 （Bloods）， 蓝的帮派叫做丐帮 （Crips）。然后呢，这2个帮派是很久以来的死对头，所以如果你穿错颜色进入任何一个这个帮派的管辖区里面，你都很有可能会遭受到生命上的危险。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他的生活的全部。可能他从小没有什么亲情的一些温暖啊，可能家里爸妈那个叔叔阿姨都是干这些的，所以呢也很自然而然的就会想要在他们成功的时候去 honor 一下他们之前努力的一些过程。那有名的血帮的一些歌手呢，就有什么 YG 啦、Cardi B 啊，
还有什么 Tekashi 69，还有很多其他有名的人。然后呢，像有名的 Crips 的一些饶舌歌手就有 Blueface， 有 KK， 现在是被锁起来的一个状况。然后呢，还有很多以前比较老的，像什么 Snoop Dogg， 他以前也都是混黑帮的。一个有趣的一个点是，如果你是丐帮的人，你会尽量少用 B 开头的字。像 Lil Loaded， 他是一个在那个 Dallas 混的一个丐帮的一个饶舌歌手，他的歌里面提到他是一个 Block Baby， 但是呢，为了不想要让他的一些同才们觉得说，你这样子用词不当，所以他就在他的歌词呢里面，还有他的 title 里面把 B 改成了6，然后呢，这就可以来避免这个一些可能 repercussions 啊什么的。然后像 YG 就在他的歌里面 Bull, Bomb and Collected 里面讲到说 I woke up one day in the morning, Bull and Bomb。为什么是 Bull and Bomb 呢？应该是 Cool and Calm 的，但是呢，因为 YG 是一个Bloods 混很深，然后呢跟帮派成员都是非常有很深的交情的人，所以他当然不可以得罪这些人，所以他就把他的那些所有的 C 都改成了 B， 也是那个美国的帮派然后呢用字他们一个文化的也很有趣的一个展现。第三个我想要介绍的一个领域，就是枪支的一个部分。大家所知道，在美国枪支是合法的，所以呢，又加上这些人可能以前混黑帮的啊，然后呢，可能身边的朋友也都是有这些ties to the mob， 他们身上都会带一些 side piece， 可能都会有一些枪啊或者什么的，所以在歌词里面常常出现，不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在 NBA YoungBoy 的一个歌里面，他讲到 I keep that glizzy on me。那 glizzy 是什么呢 ？glizzy 就是 Glock， 就是格洛克手枪的一个slang。这个词在非常多的歌里面都会听到。这就代表可能在美国的饶舌圈里面，这些人都是常常身上会带手枪的，然后这也不是很奇怪的事情，所以呢，他就等于是用很真实的一幕来展现出自己可能生活并不是那么光彩的一个画面。然后呢，像在 Lil Baby 在一首歌里面提到 I got the Draco on me， Dope man got extendos，I got the Draco。然后 Draco 就是 AK-47， 也就是 AK-47步枪的那个简称。这把枪还有刚刚提到的那个洛克手枪，各式各样的款式，都是在美国这些gangbanger 他们来说是非常常见的，然后呢常常使用的一个枪的一个部分。所以呢，他们也就顺其自然的把它也 include 到自己的音乐里面。那很有趣的一点是，因为有一些人，这些饶舌歌手都其实没有成年，或是呢并不是合法持有持枪执照的，所以呢常常这些歌词就会被警察拿来当做 evidence 来说，你这样子，我其实可以去把你抓起来，然后把你判去坐牢，因为你这样子犯法的。也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子被抓，可能他们做的一些犯罪行为，他们就把它记录在歌里面，或者持枪这件事情，然后就被警察利用，然后就被抓起来。当然这些不一样的词啊，像是什么酒精、毒品、枪、帮派，各式各样不一样，可能不是很正向的事情，都有很多不一样的 slangs， 还有很多街头的用语，但是这里就不一一介绍。那如果大家以后喜欢的话，我可以再做影片给大家介绍。OK， 所以今天的介绍大概到这里。我是希望大家可以比较开阔的心胸，还有一个比较 open-minded 的状态来面对嘻哈这个文化。对他们来说，他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很真实的展现出自己的一个 feelings、emotions。所以呢，就是他们会用这些词，虽然可能不是非常正面，或是可能不是很委婉，那么他们都是非常的真诚的想要表现出自己的一些成长历史啊，或者自己喜欢的一些东西。那这期大概都要到这里，如果有任何建议或是问题的话，请在下方留言，然后大概就这样，拜拜。